2024年，西班牙环巴斯克第4站发生了毁灭性的摔车事件，被卷入的12位车手中，包括了当今自行车最顶尖的几位巨头，2届环法冠军温吉哥 Jonas Vingegaard， 环意冠军世锦赛公路赛计时赛金牌瑞寇 Remco Evenepoel， 还有环意环西冠军奥运计时赛金牌罗帅 Primož Roglič。车手们都受了程度不一的伤，所幸都意识清醒。2024年环法车迷们引颈期盼的巨头对决好戏，可能因为这起史上最严重之一集体摔车事件而幻灭。接下来我们就路线、过程和事后车手分享，好好看一看这起事故。2024年环巴斯克第4站，逃脱的6人小集团通过终点前40公里的登山点，转进下坡没多久，在终点前约36到37K 处，代表 Total Energies 车队的法国车手 Mathieu Bourgadoud 在一个弯道滑出赛道，所幸在草地上滑行后回到赛道。但是2分钟后，主集团经过这同一个弯道时，就没那么幸运了。12位在集团前方的车手在这个弯道同样滑出赛道，但大多数都在滑出的第一时间跌入水泥沟中，或是在滑行后滑倒擦撞树干或巨石。瑞寇 Remco 和罗帅 Roglič 都勉强可以行走，但其他车手伤势严重，躺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。温吉哥 Vingegaard 更是侧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10多分钟，其他车手躺在草地和沟中也很久。其中 UAE 车队的澳洲车手 Jay Van 躺在沟中传出有短暂昏迷的情况，大会也因此将赛事暂停将近1小时，最后决议让逃脱6人小组继续完成比赛。而因为大会已经出动全部救护资源，无力应付更多的救护，所以其余主集团和其他车手以中立的方式完棋。12位摔车的车手11位退赛，摔车车手的状况，各队车队和大会也很快就更新。罗帅 Primož Roglič 没有骨折，轻微擦伤；温吉哥 Jonas Vingegaard 锁骨和复数肋骨骨折；瑞寇 Remco Evenepoel 锁骨、肩胛骨骨折；Jay Van 颈椎和2块胸椎骨折；Stef Kras 则非常严重，不仅2根肋骨骨折，并有肺部穿刺的情况。Sean Quinn 有脑震荡和肋骨骨折的状况。那这个让这么多车手滑出赛道的弯道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首先，在地图上的赛事路线来看，乍看并不是非常急的弯道，大约是100公尺的距离画一个1/4的圆，但其实入弯前300公尺是10%的陡下坡。根据在集团尾端去年环西冠军 Sepp Kuss 的数据，他以时速70 km/h 通过这段下坡，在通过集团摔车的地方时减速到40 km/h 以下，推测集团前方下坡的速度可能在80 km/h 上下。这样的弯道和速度在职业自行车并非极端。从直播镜头也看到大会在弯道设立警告的护栏，但车手都在过了护栏后滑出去。那以2009年15年前拍的 Google Street View 来看，水泥沟和巨石都跟直播镜头一样，不过可以看到地上的沙土还有疑似路面隆起凹凸不平的状况。根据效力于巴林胜利车队的西班牙车手 Pello Bilbao 表示，这段路面的凹凸情况是因为树根的关系，而在光线良好的晴天，阴暗面不明显，反而不易察觉。那在这个弯道的内侧有一栋石屋，可能也有盲弯的影响，但比起2旁都是树林的山路，应该是差不多，所以推测主因是路面的状况。环瑞士巴林胜利车队 Gino Bader 摔落边坡身亡的事件才过9个月，此事件也马上引发很多批判和检讨的声浪。除了讨论比赛主办单位的赛道设计、防护措施，也有人反思自行车科技和比赛风格的发展。从2000年代就活跃于3大赛的爱尔兰车手 Nicolas Rackett 就在事件发生当下发表了一篇语重心长的贴文，指出现在车手在高压竞争和车队的策略下，以更快的速度、更贴的跟车、更大胆的过弯，争取分秒必争的优势。他认为自行车界势必要为自行车这个运动的安全有更多作为，
选手没有必要为了成绩玩命。竞速是自行车运动的本质，有时是个挑战体能极限的运动，有时是个挑战技巧和胆量的运动。每个人的平衡点或能做的选择都不一样。对此事件有任何观察和想法，或是对竞技安全有任何看法，都欢迎留言分享。我们不舔脚，下次见。